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预约破104万，诚意新剧未播炸榜，大运河生死时速。如果说2026年的古装剧市场是一锅沸水，热到发烫，也热到发麻，那两京15日更像是有人在锅里扔了一颗没来得及开火，却先把人烫醒的钉子。它还没正式开播，却已经用一串硬到发光的数字，把待播剧的门槛砸出了缺口。观众不傻，也不打算再替平台猜谜语。你说它行不行？那就拿成绩单说话。两京15日用未播先报的方式宣布，这不是一部靠运气冲榜的剧，这是冲着把人心按在屏幕上的目标来的。数据封神，未播先报的流量神话，谁规定剧必须播了才算数？两京15日偏不按常规来，它像一只提前试探温度的手，直接把全行业的好奇心按在掌心里，让你想不看都难。据公开信息显示，爱奇艺站内预约量强势突破104万，堪称平台历史级别的高位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不仅预约量漂亮，还在即将上映的窗口期里持续发酵。在2026年8月4日、5日连续霸占全网剧集人气榜首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按理说，真正的热度应该来自剧情更新，可两京15日把热度的源头提前了。他在观众还没看到完整版故事的时候，就先把人物、氛围、节奏塞进脑子里了。而男主程毅饰演的朱瞻基，更是凭借9271的热度值，在欢网男演员待播角色榜上断层登顶。这数字不是单纯的好看，它像是一张签过字的契约，告诉你观众不是路过，而是认真的在等。等待的原因也很直白，朱瞻基在剧里处境艰难，时间压得很低，观众要看的正是那种被逼到墙角，还要硬生生把路劈开的劲儿。顶级班底，品质的定海神针，热度能起飞，但品质才决定它会不会摔下来。说白了，预约量像烟花，落不落地全靠底座。两京15日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底座足够硬，导演张黎加编剧安威的组合，很像业内公认的历史剧安心卡。张黎擅长把历史的厚度拍成影像里的重量，让观众不是在看古装，而是在经历年代。张黎当年在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的掌控力至今仍被反复提起，那不是拍得好看，而是拍得让人不敢眨眼。这一次他回到明朝题材，观众的直觉通常很准。既然你都选择了最熟悉也最考验的赛道，那你就别指望用花里胡哨的包装骗过人。再加上安威对镜头语言的把握，整部剧的视听体系大概率会走硬派写实的路子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打算把明朝当背景板，而是打算把明朝的气味、秩序、压迫感都拍出来。演员阵容同样让人觉得这不是赶工项目。程毅的古装辨识度很强，清冷里带着韧劲，引人感很自然。这种气质放在朱瞻基身上能成立，但朱瞻基要的不只是隐忍，他还需要少年人的热血，以及皇族该有的那股压人的气场。林更新的硬汉气质负责扛住戏里的冲突张力，江佩瑶与吴信健的灵动，能让主线不至于全是沉重压抑。陈数、张国强等老戏骨的加入，则像给整部剧加了重量级的刹车片。预告片里如果已经出现眼神交锋的那种肃杀感，这种质感通常不会凭空发生，它是长期经验熬出来的。剧情解密，15天的生死竞速，让观众愿意追的不只是卡斯，还有故事怎么跑。两京15日的故事起点并不浪漫，甚至有点开局直接把人扔进水里。剧集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，时间被精确锁定在15天之内。太子朱瞻基奉诏远赴南京，却在关键节点遭遇宝船爆炸袭击。
瞬间陷入危险局面。北京传来父黄病危的消息，黄卫悬在一线，于是问题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算术题。朱瞻基必须在15天内完成跨越2000里的水路赶回北京，继承大统。这就是全剧最核心的设定，2京15日。相比传统古装剧常见的宫墙内斗来斗去，它更像把战场直接挪到了京杭大运河上。大运河不是装饰，是发动机。它既是交通要道，也是明朝的经济命脉。沿岸的风土人情、漕运体系、官场生态都会成为剧情的组成部分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路不是赶路，而是一台全景式扫描仪。每走一段距离，观众就能看到一种不同的现实形态。河道上有风浪，也有人的算计。水流顺不顺，不取决于天气，而取决于人心。为了增加看点，剧中也加入了运河12连环杀等原创悬疑案件。爆炸案只是第一声雷，随着大运河的流向，后面的危机像连环扣一样一个个卡上来。有人在船上动手，有人在岸上埋局，有人在关键时刻背刺。所谓紧迫感，并不是靠快点快点这种口号堆出来的，它来自计时器，15天，2000里，任何一步都像踩在刀背上。观众跟着镜头，会被迫进入那种喘不过气的节奏。能不能活着到下一站，几乎每集都在重新验证。所以很多观众会把它称为明代版《速度与激情》。这称呼夸张归夸张，但他抓到了一点，这剧的能量不是慢炖出来的，是一路滚下来的。成长蜕变，皇权的代价与觉醒。打打杀杀只是外壳，真正让人停下来的是朱瞻基这个人怎么被现实拧出来。故事的朱瞻基可能还带着皇族天然的傲气和距离感，他更熟悉奏折里的逻辑，却未必真正明白百姓的日子为什么那么难。换句话说，他像一位住在高处的人，看得见风，却不一定懂风从哪来，刮到谁身上。但当他被迫踏上这条大运河的路，被迫在爆炸、追杀、阻挠里不断做选择，他不再只是储君的符号，他开始触摸帝国运行的脉搏，沿岸百姓的疾苦，漕运工人的挣扎，官场里那种不动声色的压迫。这段旅程像一堂残酷的课，不是让他学会聪明，而是让他学会承担。成长通常需要一个过程，不是突然开窍，也不是靠一段鸡汤就洗白人生。朱瞻基的变化来自具体的案件，来自生离死别，来自一次次选择之后的代价。他在路上丢掉的是只想当对的那个人的幼稚，他被迫学会的是，当你站在皇权的位置上，你不能只追求安全，你的追求方向，你不能只想着自己，你的想整个系统怎么走。当他最终抵达北京，他回望这15天，那个曾经更像少年的身影，已经在风浪里站稳。你能明显感到，他的坚定不是硬撑出来的，而是被现实锤过之后形成的一种不退让。所以这剧好看的一部分，不在谁赢，而在他怎么变。静待传奇，迷雾终将散去。目前2京15日已于2026年2月杀青，进入后期精修阶段。虽然尚未官宣定档，但外界主流预测它大概率在2026年第4季度上线，也不排除在暑期档末尾作为压轴惊喜亮相。但对观众来说，最重要的并不是具体哪天，热度已经给过答案。如果你把故事的节奏、人物的成长弧线、历史的质感和制作班底都对齐，那这部剧就不会默默无闻。104万的预约量，像一句很直接的投票，大家不是随便点个想看，而是真的在等。等那艘孤舟靠岸，等那15天的生死竞速真正落到纸面之外，等朱瞻基从迷雾里走出来，把自己的路走成一条能被记住的线。风起2京，迷雾会散。
等到倒计时归零时，希望我们看到的不是口碑翻车，而是那种让人看完还要讨论2句的作品，硬、快、有重量，也有情绪。两京15日已经把第一声惊雷扔进了观众的耳朵里，就看他怎么把整片夜空照亮。